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此前，中国东北的鹤岗因白菜房价火遍全网，3到5万就能买下一套房，地方财政被迫实施财政重整计划。近期，大陆3、4线城市的房价迎来降价潮，20万就能买套房，50万入手100平方米住宅成为现实。房价已经跌回2019年的水平，但房子还是卖不出去。纵观整个东北地区，房价较高的城市自然是经济较发达和人口较多的大连、沈阳、哈尔滨、长春，其均价基本都已突破1万元每平方米。特别是大连，其均价已突破15000元每平方米，居东北各城市之首。而鹤岗的均价甚至低于2000元一平方米，十分亮眼。鹤岗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，是黑龙江省下辖的边境地级市之一，周边与伊春、佳木斯及俄罗斯的犹太自治州毗邻，却是东北乃至全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，甚至部分地区在1000元一平方米以下，也就是说，可能仅需几万元就能在鹤岗买到一套房。基于此，当地政府再难支撑，决定实施财政重整计划，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。也就是说，就是地方财政极度困难，需要提前处置，防止破产。鹤岗成为大陆首个实施财政重整的地级市。当时，因为鹤岗的低房价，远赴千里奔赴东北去买房的人才意识到，当地的房价低是有原因的，现在想出手更难了。但实际上，在经历2021年楼市最冷的寒冬后，很多3、4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在降了，20万就能买套房，在中国许多地方成为现实。先说说最近的大湾区里的城市，惠东的十里银滩房价已经狠狠腰斩了。去年国庆前，这里的新房价格还曾一度卖到1.2万一平，但现在已回落到6000一平。最近更是爆出一起超低价成交，十里银滩山海林有业主67平的两房，总价20万成交，相当于单价仅3000元一平，这要比很多人的老家县城还要便宜。而这就发生在距离深圳仅40分钟车程的海滩边上，同样的跌幅不仅发生在惠州，与深圳隔海相望的中山也是。中山的三乡镇紧邻珠海，镇上的雅居乐万象郡一度卖到1.35万元一平。然而，在去年的寒冬之后，开发商同样熬不住降价了。去年已经降到了1.1万一平，今年年初再次降价，房价直接腰斩到7200元一平。仅仅过了个春节，房价就降了30万。越来越多3、4线城市为了挽救不景气的楼市，开启紧急救市行动，降低房贷利率，降低公积金门槛，降低购房限制，给予3胎购房补贴等等，为的就是挽救不多的购买力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3、4线城市房价开始熬不住下跌？主要原因有以下2点。第一，货币化棚改走向尾声，房价能够涨起来，寻根究底是需求。供不应求，房价自然上涨；供过于求，房价自然会下跌。地方想要刺激需求，主要有2大办法：其一是货币化棚改，通过拆迁赔钱，暴力的带动地方的购买力和需求；其二是发展经济，靠经济带动就业，带动人口流入，人口来了，自然有安家买房的需求。但是大多数3、4线城市很难做到后面这点，反而前些年因为大陆处于城镇化前期，更容易也更需要做到货币化棚改。很多3、4线城市就是在这波货币化棚改中涨起来的。比如2018年，张家口的房价达到峰值，就是因为张家口大批握着补偿款的拆迁户流入楼市，而当时市场的供应还不足。但在2020年，国家已明令叫停货币棚改化，随着城镇化进入中期，中国的棚改面积和货币棚改化的比例开始下跌。这是3、4线楼市最大的利空。这种短期刺激市场的行为带不来长久的繁荣，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入，这些地方的楼市就像无源之水，刺激一次有，再刺激可能也还有。第二，大陆人口逐渐达到峰值，3、4线人口竞争越来越乏力。2021年末，中国的人口总数是14.126亿人，比上年末仅增加了48万人，人口净增长创60年来新低，已经逼近零增长。这就意味着未来的人口抢夺会越来越激烈，越来越困难。大多数3、4线城市没有过多的就业岗位，
在这场人口竞争中，必定处于末流中的末流。房地产长期发展一定是看人口的，没了人口就没了购买力，房价自然难涨。更麻烦的是，3、4线的购买力在减少，但房子却越盖越多。所以说，未来一部分3、4线城市房价跌到50万一套，可能并不是终点。1998年，大陆正式取消了福利分房的制度，建立了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。简单的意思就是房子不分配了，房子成了商品，可以自由买卖了。随后就正式开启了大陆房地产行业的黄金20年。自房改正式确定以后，中国的商品房平均价格总体来说，一直都是处于上涨的趋势之中。1998年，全国商品房均价为2063元，随后一直在上涨。到2021年的房价大涨之后，商品房均价终于突破了1万元每平米，高达10141元每平米了。要知道，中国2021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。2021年房价大涨之后，大陆各个城市，特别是1、2线城市，开始收紧楼市调控的力度。很多前所未见的调控政策纷纷出台，深圳第一个开执行的二手房指导价，全国热点城市的集中土拍等等。前所未见的楼市调控带来的后果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冷却，房企纷纷暴雷，土地流拍，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的成交量都在暴跌。楼市最为火爆的深圳，成交量暴跌了90%。中国商品房价格从10141元每平米下跌为9552元每平米了，已经近乎跌到2019年的水平了，并且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，从2021年3月份楼市调控收紧之后，各项销售数据一直处于下跌的状态，特别是2022年初，更是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。此外，全国房地产开发增速也从2021年3月份楼市调控收紧之后，增速一直在下跌。民营房企基本躺平，根本没有拿地的积极性。事实上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，各个城市的拿地房企都以央企和国企为主，民营房企基本选择躺平了。房地产景气指数更是不忍直视，从调控收紧之后一直处于下跌的趋势，特别是2021年底和2022年初，房地产景气指数直接跳崖式下跌。面对如此严峻的房地产行业的各项指数，也就不可避免的来临了。现阶段已经超过75个城市或多或少的分开了调控的力度，甚至包括1线城市的上海、2线城市的南京、宁波、苏州等等，都在逐步放宽调控的力度。至于房贷的利率，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城市下调了房贷的利率。虽然各个城市都在松绑楼市调控的力度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再度爆发，楼市不但没有回暖，还有进一步冷却的可能性。疫情对经济、对房地产行业都有极大的冲击。4月18日，央行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了通知，提出对于购房者而言，需要执行差别化的住房贷款政策，更好地满足购房者的贷款需求。地方银行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，确定房贷的首付比例和房贷的利率。其实简单的说，就是下调首付比例和降低住房贷款的利率。对于房企而言，也需要给予金融支持，不能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从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，想快速地拉动经济的增长，是离不开房地产行业的。所以，未来1、2个月内，或许会有更进一步的楼市松绑的信息会提出，而多数2线城市的限购、限售、限贷等等，都有可能会放松。按理说，这段时间正是人们买房的大好时机，毕竟大家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比原先各方面条件更好的房子，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这样自己用于其他生活方面的成本也能增加一些。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此时那些想将自己名下房产出售的房东，是左等右等也没能等到一个有缘人，为何房子就这么难卖掉呢？房改20年来，买涨不买跌的购房思想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固有观念。这并不是因为设平均工资的涨幅大，大家都有足够的资金韧性，而是由于房价变化是一种趋势，在房价下跌时入手，房价还可能一跌再跌，届时自己既要眼睁睁地看着家庭资产缩水，又要按照原先贷款合同上约定的金额还款。如今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人民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跌，这样做无异于一直在为自己一时的冲动买单，
即使如此，也要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若冲动断贷，我们的征信会受到一定的不良影响，轻则失去再贷款资格，重则失去房子、个人的出行以及子女的升学都会受到很大影响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欢迎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